一夜白头是真的吗？长发公主的头发真的可以爬吗？在中世纪，理发师竟然会做外科医师的工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头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虽然多数人都有头发，但是我们对于头发的讨论大概就是几天洗一次头，今年流行什么发型，谈恋爱时偏好短发还是长发等等。但是你知道人类头发其实还有超多有趣的斗知识吗？库特·史坦是一位研究毛发超过30年的学者，他出版了一本《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书中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让读者更全面的去认识毛发的世界。这集呢，就让我们透过这本书一起来聊聊人类头发的7个斗知识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超疗愈手游 Travel Town， 这是一款经典的3消游戏，玩家的任务是要帮助一个海边小镇居民重建被暴风破坏的家。游戏玩法非常简单，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创造新的物品，然后把相同的物品融合起来，就可以升级成不同的收藏，最后把这些收藏卖给小镇居民完成订单，赚金币来升级你的小镇。随着游戏进行你还可以解开不同的任务，解锁各种稀有的收藏品，参加特别限定的活动等等，一点点让整个城镇变得越来越繁荣。整个游戏体验简单又疗愈，非常适合在疲累一天之后放空大脑玩。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免费下载 Travel Town， 一起来玩吧。毛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呢，就是调节温度，让动物保持稳定的体温。书中提到，浓密的毛发可以有效地阻挡各种形式的热量传递，在动物的皮肤上形成一个有效的屏障，让冷风不会灌进来。再来，毛发也是热的不良导体，动物身上如果有覆盖一层毛，皮肤的温度就不会向外流失。简单来说，有了毛发的保护，冷气进不来呢，体温也出不去，动物即使不穿衣服，体温也能够保持稳定。那相对于哺乳类，人类身上的体毛超少，这又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有说到，毛发的保暖效果很好，但换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散热效果就很差。作者举例体毛浓密的原始人呢，在太阳下面走个10分钟就会中暑，因为体毛让他们无法散热，要是体温太高，大脑甚至会停止运作，造成生命的危险。但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冷气，所以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就逐渐的把体毛淘汰掉，还发展出了发达的汗腺，透过流汗来控制体温，同时保护大脑维持正常的运作。你可能有听过，有些人在遭逢生活巨变时呢，会在一夕之间头发全部变白。作者在书中讲了一个年轻渔夫的故事。这个渔夫在捕鱼的时候不幸遇到船难，获救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原本乌黑的头发竟然已经突然全部变白了。而中国传说当中，春秋时期楚国的伍子胥被追杀，逃亡途中压力太大，一夜之间头发也变成白色。也就是说，不论中西方呢都一夜白头的说法，但人的头发真的会在一瞬间由黑转白吗？先讲结论，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不会。作者解释，人类在遭遇到严重的身心打击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时，身体会发出警戒的讯号，除了血压升高脉搏加快等等，头发也可能在这个情况异常且大量的脱落，也就是所谓的突发性圆秃。台湾这边呢，也有人呢会俗称这是鬼剃头。而回到刚刚渔夫的举例作者认为最符合科学的解释，就是渔夫在遭遇船难之前就已经有部分的白头发了。而在遇难之后呢，原本的黑发大规模的选择性脱落，会让本来呢就存在的白头发凸显出来，才会让人有一夜白头的误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呢，理发师跟外科医生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不过在以前的欧洲呢，他们却很有可能是同一群人。历史的脉络是这样子的作者提到呢，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相信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人的身体健康又跟神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生病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去找牧师僧侣求证。神职人员呢会帮患者放血、拔牙、灌肠，也会帮忙民众剪头发，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体恢复健康。不过时间来到1215年罗马教会认为呢，神职人员应该要专注在拯救灵魂，于是跟医治身体相关的工作就转移到了地方上，帮人家刮胡子的理发师。就这样子，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的职业就诞生了。146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4世为了表扬这个职业，甚至还成立了理发师工会，让工会成员呢在伦敦拥有理发跟外科手术的垄断权。不过，随着时代进步，人们逐渐的发现，剪头发跟身体手术呢还是不太一样的领域。理发师兼外科医生虽然可以做一些小手术，像是放血放脓，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帮顾客剪头发、刮胡子。更高难度的外科手术，还是得由受过外科医师培训、钻研过人体解剖学的人来进行。
所以在后来呢，这两项职业的界限越来越清楚，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把它们视为完全不同的专业了。现代社会，大家发型都很自由，想要留长啊、剪短、染什么颜色，基本上呢就是个人开心就好。不过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型也经常被视为是一种最直接的政治表达，可以展现出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或是他所认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在多数的文化当中呢，只有位高权重的人才有资源呢去 settle 华丽啊或者是复杂的发型。另外呢，18世纪的这个欧洲上流社会，人们也认为发量象征着一个人在政治上面的权力跟声望，所以贵族们呢，就算脖子超酸哦，也都会依然戴着超大、超重、超浮夸的假发。又比如说，20世纪的1960年代呢，美国嬉皮文化兴起，年轻人流行蓄胡、留长头发，而这种故意不修边幅的造型，本质上面呢，就是一种想要反对体制、拥抱自由的政治表态。好的，那除了身份啊、价值观方面的表达，有些职业的发型呢，背后也有特定的历史脉络。比如说，当我们讲到军人呢，就会想到他们利落的短发，在台湾的服兵役当中呢，也都有理平头的规定。据说这项传统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年代就开始了，因为当时的战争呢，通常都是近距离的肉搏战，而亚历山大发现，如果士兵留长发或是蓄胡，对于打架非常的不利，所以下令所有的士兵都要剪头发。那虽然现代战争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哦，但干净利落的发型也早已经被军队视为是一种秩序跟规范的展现而沿用至今。童话故事里面，长发公主会从高塔放下自己长长的头发，让巫婆可以爬着头发爬上高塔。作者在书中提到，根据实验呢，从健康人体取下的一根头发可以吊起大约 0.1 公斤的物体，这说明我们的发干呢具有超强的抗拉能力。换算一下，假设一个人的头上呢有1万根的头发，那他就可以提起大概1000公斤的物体，超级惊人。那因为我们的头发比想象当中还要有力，有的时候呢，在一些马戏团的表演里面呢，也会看到特技演员表演旋发，也就是靠着演员本身的头发呢，把他整个人吊在空中。虽然看起来很危险，但在物理上面这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呢，还在亚太科学教育论坛里面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记录。高雄公博馆呢，曾经在2006年跟台南顽皮世界动物园合作，挑战用头发吊大象。虽然后来因为动毛考量，没有真的把大象本身吊起来，而是改用木头啊，还有石头等等的重物替代，但他们最后呢，还真的成功的以32万根的头发吊起了重达7.8公吨的重物。作者提到呢，人类发干有 93% 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头发呢根本就是超级营养的蛋白质来源。可惜我们的身体无法直接消化头发，所以千万呢不要为了补充蛋白质就冲动吃发。但是根据工业化学家的研究，在高温高压之下，人类的毛发跟动物的羽毛呢都可以被分解成可溶解的蛋白块，当做食物补给。目前在家禽养殖业当中呢，有大概 2% 给鸡使用的蛋白质呢，就是来自于羽毛溶解后的蛋白块。另外，人类头发也能够提炼成食品添加剂半胱氨酸。这个半胱氨酸呢，跟糖融合之后产生的化学衍生物，可以让食物产生肉的香气，所以会被当作是一种加工食品的调味剂。而且半胱氨酸呢，还能够让面团的蓬松效果更好，烤出体积更大的面包，因此也越来越常被加进甜点啊、饼干、贝果等等的烘焙食品里面。最后这个知识点书里面没有写，不过我们看到觉得很有趣，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说到用毛发做布料，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有羊毛啊、羽绒服之类的，品质好一点点的或者数量更稀少的动物毛料，通常价格都不便宜。但反观人类自己的头发，除了那种捐出去做假发，一旦脱落啊或是被剪掉，我们通常呢就把它视为垃圾，甚至会觉得它脏脏的，看起来蛮讨厌的。不过在荷兰有新创的品牌就致力于把人类的头发转化为纺织布料。创办人认为人类头发是一种非常耐操的材质，可惜的是在没有多加利用的情况之下，全球每年呢都会产生220万吨的人类毛发垃圾。不过，如果其他动物的毛发可以做衣服，那为何人类的头发不行？把大家要丢掉的头发拿去做衣服，不但可以减少垃圾的焚烧量，也能够为服装产业提供更环保的布料来源，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于是他们开始从欧洲各国的美发沙龙回收头发，把长短不一的头发绑在一起制成纱线，再用这个颜料来染色，变成作为衣服的布料。品牌强调，因为头发的来源呢是顾客被修剪下来的头发，不是那种从头皮连根拔起还有毛囊的头发，所以不会有可辨认身份的 DNA 细胞核，连带的也不会有个资啊跟隐私方面的顾虑。目前他们已经成功的做出毛衣、外套等等样品，而且神奇的是，在实测之后呢，他们发现人类外套的保暖效果呢跟传统羊毛差不多。接
今天这集碍于篇幅呢，只能够简单的列举出几个我们觉得蛮有趣的单点。那其实作者呢在书中还收录了非常多关于毛发头发的资讯，从物理的层面呢，包含像是毛囊的周期啊、秃头的原理，到这个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切入，像是宗教、死亡、欧洲国家如何靠毛发致富等等，真的是一本内容非常的丰富又有趣的书，推荐大家呢可以去翻翻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那话说回来，作者在书中提到，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他觉得毛发作为人体的一部分，贯穿人类历史，应该要在文化跟科学领域都受到更严谨的对待。但可惜的是，他发现多数人呢都觉得毛发之于生活根本无关紧要。身为研究毛发学者的他，才想说呢，跳出来写书，给毛发一个他应得的舞台。那在看到这段话之后呢，我们也反省了一下，确实我们常常呢会把生活当中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但其实一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事物呢，背后都可能藏有非常多的知识等待我们探索。因此我们也期待自己能够保持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并让这份好奇成为动力，让我们继续的探索各种不同的未知领域。好的，那今天最后想问大家，你觉得哪种头发冷知识最让你意外呢？A. 头发的力气比我还要大。B. 原来头发跟羊毛一样保暖。C. 理发师跟外科医师曾经是同一个职业。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头发冷知识。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Poo Free 以及这个脱发焦虑。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